那么今天上午第3个视频，我们来说一说美股的 RKLB， 同样它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约稿。那么这里先说一下大致的一个结论吧。从相对的一个低位开始，这只美股其实已经上涨到了这个第3波走势当中，但是目前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开始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这种承压迹象，所以此处相对来说已经存在一定的风险，并且向上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这里我们就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此次上涨结构的一个性质，以及后期上方存在的压力目标在哪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周线图，在这张图表当中，历史的低点是出现在24年的4月中旬，低点是 3.47 美元。那从 3.47 美元第一次的上涨是涨到了25年的1月下旬，高点是在 33.34。这一轮的上涨走势，它整体是呈现的是一个5浪推动的一个形态，1、2、3、4、5。那这个5浪推动走势结束之后市场是迎来了一次中期的调整中期的一个调整。相对来说，它回撤的这个幅度也是比较达成预期的那么从这个回撤的低点开始 14.71 又向上运行了一波新的结构新的推动浪的一个结构。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看一下。从这个天图走势来看，当前是运行了1、2、3、4、5、6、7、8、9，这里出现了一个9波的延长浪特征。那么既然是延长浪9波特征，那么这一次的创出的历史新高 38.26 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好，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我们再将时间调整回周线图。首先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波浪尺去测算一下第一波上涨和第二波上涨的一个比例关系，然后我们借助一下通道，看一下此次的这个通道上行通道上方面临的压制在哪里。通过通道的趋势线，那么我们看到上方面临的最近的压力大致是位于 40.60 附近。那其实按照之前创出的高点 38.26 来说的话，距离这个点位也是非常的接近，大致就是2美元的一个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再返回来天图再说一下。虽然当前已经运行了9波的一个形态，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可能从目前的9波再拓展成延长浪的最后一个形态13波呢？有可能。那之前运行的9波，可能这里是第10、11、12、13走成13波的一个形态，有可能。但是从上方的整体的幅度空间来看的话，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此处我认为当前这个位置继续去看涨追多波段看涨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换作是我个人的思路，那么我宁可等待后期出现类似于这样的调整幅度和时间跨度的结构出现之后，我再会考虑去向上的看涨做多。因为通过刚才我们整体周线上的这个比例关系上来看，这明显的第三浪的上涨小于第一浪的上涨整波的上涨幅度，那说明此处从相对的低位开始的上涨，它有可能是发展成引导楔形的这样一个形态。引导楔形里面，那之后的每一波上涨浪的幅度都会小于前一波，所以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预期。那对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此次从 14.7 涨到目前的 38.2， 其实它的整体涨幅已经不小了，涨了24美元那可以说是这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走势了。那当前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的风险区域了。你就算后期多头强势发展出13波走势，那可能上的空间只有
短线、超短线的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当中的盈亏比不一定会非常的合适。那与其在这种品种上刀口舔血，那么我们不如去寻找其他更好的更好位置更好的节点更好的这些其他品种。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那通过以上的结构分析，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由于临近上方的趋势线压制，当前继续看涨做多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反而是如果你前期有相对低位持仓的话，目前就要考虑在哪些位置去离场，将你的浮盈落袋为安，变成实实在在的获利，然后等待下一次的机会。那至于这只美股下一次的回撤，那其实更为简单，我们只需要拉一下最近的这一波的整体一个走势看到 50% 的位置在哪里。如果是发展出13波的话，那么我们届时也是拉取一个相对的高低点，看一下 50% 到618的这个区域在哪里，这就是下一次的参与位置。所以在当前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等待也是属于交易的一种策略，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美股 RKLB 的整体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